Hello，大家好，我是 Molecule AI 的创始人洪明。不知道大家在构建 AI 团队的时候呢，是否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哈？我之前是 Anthropic 的忠实用户哈，就是呢，我基本上就是买一个$200的Max Plan，然后呢，我就一直用它，来执行我的所有的 agent 的任务。但是后来我发现啊，当我的AI 团队扩大到5个甚至10几20的时候呢，Cloud 的用量呢完全就不够我用了，更别说每一个 agent 它还后面跑24小时。那实际上呢，其实一天就把我的 Cloud 用量给榨干了。这种情况呢，我就不得不另辟蹊径了哈，因为呢，如果我要转用 API 的话呢，基本上是50倍的这个用量了。这个对于一个初创团体来说肯定是支付不起的哈，因为这样相当于是我每个月本来是花$200，后来变成了可能要几千，对吧？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研究了另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就按照人类组织一样的去分配它整个 AI 的这个组织，每一个职位应该用什么样的模型。那我们依然还是要用 Cloud 啊，那因为 Cloud 呢，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先进的模型，但是每一个前沿模型呢，它们实际上都有比较侧重的一些优点和一些缺点。那对于 Cloud 来说呢，如果用狗来比喻的话呢，Cloud 就像是边牧一样，它非常的聪明，可是它也会耍小心机，就是呢，它会尝试的让自己的工作量少一些，它会尝试的就是从自己的记忆里面读取，而不是实际去验证。就哪怕你给它了SOP， 你给了他一个清单，让他一个一个去执行，他有时候也会跳过。所以呢，这种时候呢，我们通常是让 Cloud 做一个大体方向的这个决策，以及呢，他去调度每一个我们指 AI 员工。那实际上落地的这个 coding 呢，我们就使用比较便宜的这个模型来做这个实地的 coding 啊，实际的这个hard work。实际上的这个比较重度的工作呢，搬砖啊，那我们通常就交给 Minimax 还有 Kimi 这两个模型。实际使用下来呢，我觉得 Minimax 它会出现幻觉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比较偏向于使用 Kimi。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已经把这个 spec， 我们已经把整个任务都列得比较的清晰之后呢，那他们执行起来呢，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幻觉的问题，因为已经把任务清单给到他们了嘛。他们两个呢，只需要做搬砖的活，因为他们也是比较便宜的模型，所以说用量方面呢，我就不需要特别去担心他们的用量问题。然后还有最后一道关卡就是呢，我们的review， 我们的这个测试环节，我就交给 OpenAI 的 GPT， 因为我发现 GPT 系列呢，它是比较细心的，它会。如果说你给他一个清单，他会很仔细的一条一条的过去，而且呢，对于他来说呢，他不太会像是Minimax 或者 Kimi 一样容易出现幻觉哈所以我把这个 QA 还有这个测试方面的测试，还有做 research 方面的这个工作呢，我都交给了 OpenAI 的 GPT 模型啊。至于谷歌的模型呢，我一直想去使用一下，可是我还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插入点，因为它好像在OpenAI 和 Anthropic 之间呢，就是能力有点没有比他们任何一个强哈。硬要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它在多模态上面呢会稍微的快一些啊。我也想知道，就是对于这个 Gemini 的使用有哪一个方面是它比较突出的，这样我也可以说去把它给加入到我的工作流里面来哈。那我在想，可能之后对于艺术，包括这个图形处理、视频处理这一方面呢，我可能会交给 Gemini 来做，但是关于整个开发团队来说的话，目前来说哈，我暂时没有用到 Gemini。那我觉得呢，这一个 setup 整个下来呢，可以把我们很好的控制成本。这样的话呢，我不需要去订阅多个的 CloudMax， 我也不需要说去买它的 API 费用。而我们的成本本来哈，如果说我们所有的模型都用最贵的 Opus 的话呢，那可能后面会变成一个月大几千美刀，但是现在我们就把成本控制在基本上1000美刀下来，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团队24小时的这样跑下来，然后并且完整的这个流程，每一个 PR 每一个 issue 呢，它都是严格的遵守我们的 SOP， 严格的遵守我们的这个pipeline。那总之呢，就是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发现哈，就是我们觉得呢，在未来哈，一定是每一个模型它都有自己的这个优缺点嘛，而且这个价格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肯定是要通过模型的这个能力来给它一个职位。所以呢，我觉得后面的真正的 AI 工程能力是把对的模型放在对的岗位上面，这样子呢，后面呢，你操纵几千几百个 AI 的时候呢，就可以更好的平衡他们的费用和他们的能力以及他们的整体产出了当然，如果有更好的想法和方向呢，也希望大家在我视频里面留言告诉我。